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极具震撼力和启发性的书《无限的游戏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西蒙·斯涅克 （Simon Sinek），一位被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之一。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为我们揭示了商业、生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运作的奥秘。西蒙·斯涅克曾出版过《从为什么开始》（Start with Why） 等畅销书，而《无限的游戏》更是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。在这本书中，他打破了传统以赢为目标的思维模式，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更广阔、更持久成功的大门。那么，无限的游戏究竟有着怎样的关键价值呢？它就像是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，指引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找到方向。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激烈、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被灌输着赢者通吃的理念，仿佛生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有限游戏，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，有清晰的成功和失败标准。然而，无限的游戏告诉我们，生活中大部分事情都是无限游戏，没有终点，没有所谓的输赢，只有不断前进的过程。这种理念的转变，将对我们的思维方式、行为模式以及人生目标产生颠覆性的影响。它能帮助我们摆脱短视的束缚，不再仅仅为了眼前的胜利而疲于奔命，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，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成功不是击败对手，而是在无限的游戏中持续的参与，不断的成长，并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价值。当我们以这样的视角看待世界时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全新的可能性空间，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未来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你们的人生中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为了追求一个目标，我们全力以赴，甚至不惜一切代价，但当我们终于达成目标时，却发现这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，或者这个胜利只是短暂的，很快又被新的挑战所取代。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有限游戏的思维模式下常常会陷入的困境。让我给大家讲一个名人故事。史蒂夫·乔布斯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传奇人物，他所创立的苹果公司改变了世界。然而，乔布斯的成功并非仅仅来自于对赢的渴望。在他的职业生涯中，他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失败，甚至被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解雇。但他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短期的胜负上，而是始终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。他不断的创新，不断的挑战传统，这种对无限游戏的追求，让苹果公司一次次的推出革命性的产品，从 iPad 到 iPhone 再到 iPad。这些产品不仅为苹果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成功，更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。乔布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跳出有限游戏的思维框架，以无限游戏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和工作时，我们就能拥有更强大的动力和更持久的创造力。无限的游戏的核心理念就是，世界上有两种游戏，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。有限的游戏以取胜为目的，有固定的规则、明确的开始和结束，以及特定的赢家；而无限的游戏则以延续游戏为目的，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，参与者可以自由的加入或退出，也没有所谓的赢家。因为游戏的目标是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。这种理念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认知。在商业领域，我们常常看到企业之间为了争夺市场份额、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展开激烈的竞争，这似乎是一场典型的有限游戏。但实际上，真正的商业成功并非仅仅依靠击败竞争对手来实现。那些伟大的企业如亚马逊、谷歌等，他们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发展壮大，是因为他们明白商业是一场无限游戏。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不断创新，为客户创造价值，以及如何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。在生活中也是如此，我们常常为了追求功名利禄，为了在各种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迷失了自己。但当我们意识到人生是一场无限游戏时，我们就会更加注重自身的成长，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的贡献。我们不再仅仅为了短期的目标而奋斗，而是追求一种更加充实、更有意义的人生。从理论层面来看，无限游戏的理念与博弈论有着一定的联系，但又有其独特的内涵。博弈论主要研究的是在特定规则下，参与者如何做出最优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而无限游戏则超越了这种基于胜负的思维，它强调的是合作、创造和持续的发展。从逻辑上讲，有限游戏的结果是确定的，一旦游戏结束，胜负已分，参与者要么是赢家，要么是输家。而无限游戏的结果是开放的，因为游戏没有终点，参与者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对游戏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。这种开放性使得无限游戏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。此外，无限游戏的理念也符合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，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或终点。我们总是在不断的探索、尝试和创新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。这种对无限游戏的追求，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将无限游戏的理念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呢？
一、培养长期思维。首先，我们要培养长期思维，在做决策时，不能仅仅考虑眼前的利益，而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。例如，在企业经营中，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利润而牺牲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。相反，要注重研发投入、品牌建设和人才培养，以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。以耐克为例，耐克公司一直致力于创新和研发，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，如 Flyknit 技术和 Air 气垫技术等。这些创新不仅提升了产品的性能和质量，也增强了品牌的竞争力。同时，耐克也注重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，通过赞助体育赛事、签约知名运动员等方式，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。这些举措都体现了耐克公司的长期思维，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。2、拥抱变化与创新。其次，我们要拥抱变化与创新。在无线游戏中，变化是不可避免的，只有不断创新，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。在当今数字化时代，新技术、新模式层出不穷，企业如果不能及时的拥抱变化，就很容易被淘汰。以诺基亚为例，曾经的诺基亚是全球手机市场的霸主，但由于其未能及时的适应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，最终走向了衰落。而苹果公司则不同，它不断的进行创新，从 iPhone 的推出到 iOS 系统的持续更新，再到各种新产品的研发，苹果公司始终站在科技创新的前沿。正是这种对变化的敏锐感知和对创新的执着追求，让苹果公司在无线的游戏中始终保持强大的竞争力。3、关注价值创造。最后，我们要关注价值创造。在无线游戏中，价值的创造是推动游戏持续进行的关键。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，都应该思考如何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价值。企业可以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，解决社会问题等方式来创造价值。个人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等方式来为社会做出贡献。以特斯拉为例，特斯拉公司不仅致力于生产高性能的电动汽车，还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。其推出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储能产品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环保、高效的能源解决方案。同时，特斯拉也通过开放专利等方式，推动整个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，为全球的环保事业做出了贡献。这种对价值创造的关注，不仅为特斯拉赢得了良好的声誉，也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书中有很多经典的段落和案例，能够进一步阐释无线游戏的理念。例如，西蒙·斯涅克在书中提到，在无线游戏中，我们的目标不是赢，而是让游戏继续下去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无线游戏的本质。他还举了一个关于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案例。西南航空公司是美国一家知名的廉价航空公司，在航空业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，它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。西南航空公司的成功并非来自于击败竞争对手，而是来自于其独特的经营理念。它关注的是为乘客提供便捷、舒适的飞行体验，以及如何降低成本、提高运营效率。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服务，西南航空公司赢得了广大乘客的喜爱和信赖，在无线的游戏中持续的发展壮大。总而言之，无线的游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。它让我们明白，在无线的游戏中，胜利并不是唯一的目标，持续的参与、不断的成长以及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价值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够阅读《无线的游戏》这本书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应用到你们的生活和工作中。让我们一起跳出有线游戏的思维框架，以无线游戏的心态去面对人生。相信我，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旅程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追寻着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。但请记住，成功不是一场有限的游戏，而是一场无限的游戏。不要害怕失败，不要畏惧挑战，因为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，每一次的努力都在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。让我们勇敢地踏上这场无限的游戏之旅，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人生不是一场竞赛，而是一段旅程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段旅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和意义。谢谢大家。